有我是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现在呢，我是很多蚊子。现在呢，人是在johor bahru的某一处森林里面。为什么会在森林里面出现呢？因为今天要带你们来看的车是比较森林系一点的啊，就是森林系的 Suzuki Jimny。Suzuki 这个品牌呢，其实老早以前就已经有在马来西亚出现过了，可是中间几年前有一段时间它消失掉啊，就是可能销量问题还是怎样啦，然后就退出马来西亚市场。可是最近又回来了，然后回来了过后呢，很多人可能想要看 Suzuki 的车款，都不知道要去哪里看。如果你是南马区的朋友，这里就有一间 Suzuki， 而且是刚刚才开的，这里整合了 showroom 还有 service center。来到这边呢，不只可以看到刚才我跟你们提起到的 Suzuki Jimny， 这里还可以看到 Suzuki Swift Sport， 也就是我们团队里面其中一位 admin 非常喜欢的车款啊。那我身后这里可以看到有一台墨绿色啊，也有一点像军绿色的 Suzuki Jimny。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一款车，因为它是真正的硬核型的 SUV。所谓的 SUV 就要够硬核，如果是那种什么 Ativa X50啊，那些对我来讲它不是 SUV 啦，没有办法做到很多 SUV 真正可以做到的事情。例如它的涉水深度肯定不够这一台 Jimny 来的强，它的越野性能肯定也没有这台车来的强。这一台车我们之前有拍过一部完整的影片哦，我们把 Suzuki Jimny 开进 Off-road 体验那一台车驾起来在 Off-road 里面的操控感，还有在公路上面使用的时候驾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我个人对这一台车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可是这一辆车它的价钱不是很便宜，在马来西亚版本啊，我们不要讲 Recon 车啦，我们讲新车，马来西亚 Suzuki Jimny 全车日本进口的价钱大概是落在175千17万5左右。可是最近哦，这个车是有做 offer 的，而且它的折扣的价钱还蛮多的。如果你们要了解折扣价是多少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现在位于的 Permas Jaya 一个大桥旁边以前的 Chevrolet showroom 的 Suzuki showroom。来到这边，你可以找他们的负责人，找这里的 SA 了解最新的价钱啊。我据说啦是可以扣很多啊，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到这边来了解情况。这台车我们之前有拍过了，但是那时候拍的是 Recon 车，所以在配置方面跟马来西亚版本的 Suzuki Jimny 有一些小差别，主要是它的 interior 的一些 lining finishing 有一点差别。那今天我们来到这个 Suzuki 的 showroom， 除了讲我们之前讲过的 Suzuki Jimny， 当然要来讲之前没有提过的 Suzuki Swift Sport。今天呢，我们来到这边呢，有两台，一台是这个 Silver Edition Suzuki Swift Sport， 还有一台是没有什么 Edition 的 Suzuki Swift Sport。其实两台车是一模一样的，马力输出也是一样，差别就是在 Silver Edition 是银色啦，然后有一些彩妆饰条 ，Interior 方面也是有增加了一些 Carbon Fiber 的一些饰板，在车身外面也可以看到 Side Mirror 基柱的位置也是有一些 Carbon Fiber 的饰板啦。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买跟别人不一样的 Swift Sport 啊，想要有一台比较特别叫 limited 的感觉 ，Suzuki Swift Sport Silver Edition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如果你给我选啊，我喜欢这一台黄色的 Suzuki Swift Sport 呢，也就是 Auto 123 Jayden 的红色款 Suzuki Swift Sport 啊。但是 Jayden 那一台是已经有 upgrade 过了啦，有换了 Sport Rim， 换了胎压，做了排气啊。这一台是一个原装本地版本，可是本地版本的也是全车从日本进口哦，跟你们买的 Recon 车一样，是从日本来的。这一台车跟 Recon 版本的，也就是 Jayden 那一款呢，有什么差别？最大的差别啊，我觉得就是在马来西亚新车你没有办法买到手排版，你一定是买到 Auto 牙的啦。可是引擎方面是同一颗1400cc Turbocharged 涡轮增压引擎，然后它的马力呢是140 PS， 是什么概念懂吗？啊，我的 Toyota Vios 雅狗 GRS 也差不多100个 horsepower 吧，而且车身重量比它还重。这台车虽然它的马力不是很大，可是它的配重比非常的厉害。你看它的 size 啊，好像 Myvi 这样子，是它不到1吨哦。这台车只有970 kg，970 kg 是什么概念呢？大概是一台 Beza 的重量 ，Beza 是在940 kg 左右，Toyota Yaris 1140 kg， 所以这台车
随随便便就比他们轻了100多 kg。如果你问我开起来像什么车的 feeling 啊，我可以直接跟你讲，它比我的 Subaru BRZ 来得有力的感觉，就是油门反应冲刺的时候的感觉会比我的 BRZ 来得更加明显啊。因为我的 Subaru BRZ 马力其实也没有很大，大概是200个 horsepower 啊，当然不是 on wheel horsepower 啊，是一个字面上的 horsepower， 再加上它的车身重量会比较重，所以比起来马力大未必就是比较有力。这一台车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日本那边已经发布了最新大改款，可是马来西亚应该没有这样快。但是我觉得这一台车的外观整个 design 会比目前我们看到日本版最新大改款的来得更加好看，尤其是这个前脸设计我很喜欢这个大嘴，这个真的看起来很 sporty 很漂亮。 LED 的 projector headlamp 也是很帅气，看起来炯炯有神啊。然后当然下面还有一个 fog lamp， 如果你对马来西亚的一些赛事有研究或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赛道里面看到有这一款然后通常拿来赛事比赛用的是它的上一代，那接下来我相信这一代也会有很多是用来做比赛用途啦。既然它是一台小性能车，像轮胎方面就不能吝啬。这一台用的轮胎是 Yokohama Advance A13， 然后它的轮胎尺寸是195/50R16，16寸的双色多ton铝圈。然后你有注意到吗 ？Swiss Sport 是5颗螺丝的，所以如果有假狗 Swiss 要变 Swiss Sport， 那它要把这个螺丝洞位从4个换5个，看起来才比较像。不然的话，你们只需要看它的 Sport Rim 的位置是几个螺丝孔，就大概猜得到它是假狗还是真狗了啦。还有一点就是 Swiss Sport 这一代它的后面刹车呢是用刹车盘的它跟我的 Toyota Vios 差不多一样，把这个 brake caliper 的位置放在上方可是这个是正12点钟的位置，这个 design 你们觉得怎么样？可能你们会觉得这个应该是为了电子手刹车才放了这个 disc brake 在后面其实这一台车不是电子手刹车，这一台车是一个传统手刹车。我们进来它的 interior 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有手感的手刹车。电子手刹车我有一点点阴影interior 方面我们坐进来这台车，因为这台车它还是属于一个 B segment， 所以它不是很大台。坐在 driver side， 我只要轻轻一伸手就可以摸到 passenger side 的门板了，所以那个宽敞度大概就是好像 Myvi 这样的尺寸罢了。可是整个 interior 的 build quality 呢，比起 Myvi 这个真的是美太多了。所以如果你们想象不到很抽象的话，你们可以到这个 Permas Jaya 这一边的 Suzuki showroom 来，实际坐进这台车里面，摸它的 material， 坐进来感受它的椅子的包覆性，体验一下你就知道差别在哪里了啦。这台车卖14万多不是没有理由的，虽然讲它没有给你皮革的椅子，它给的只是一个布的椅子，可是这个布的椅子我觉得是有接近于 half bucket seat 的那种感觉。它旁边的这个包覆 very good， 很大一片凸起来，大腿旁边的这个也是很大片所以在驾驶这台车激烈超驾下，我相信是没有这样晃动啦，整体的感觉一定会比较好。meter 方面没有全电子仪表板，中间的这个多媒体播放器呢是一个7寸的全彩多媒体播放器，是它有一个小小缺点，就是它没有时下最流行的360功能它只有 reverse camera 的功能，然后没有天窗，车顶吊布是一个灰色，中间这个望后镜是没有 auto dim 的功能，还是要用手动去调节的。可能对很多人来讲10多万的车有一点简陋啦，但是这一辆车它卖你这个价钱不是卖你这些 accessories， 它卖你的是一个驾驶乐趣。你不信的话你问 Jayden 一定会跟你讲。我个人也是非常期待有一天可以驾这台车去 Toge 啦，当然我比较想驾手排版这是一个自排版，但是不要紧，因为在 steering wheel 后面有 pedal shifter， 你还是可以用到 pedal shifter 来进行手动换挡。会不会 delay 我是不知道，接下来我们试驾的时候再来体验一下这个东西。那现在我们来后座看一下，后座坐起来是什么样的 feeling Let's go。 一直有 follow 我的频道的朋友都知道，我个人对2门车是情有独钟的。我很喜欢2门车，可是偶尔要载朋友的时候，2门车就不方便了。Suzuki Swiss Sport 它不是2门车，它是4门车，可是它设计到好像2门车这样，看到吗？前面是有一个门把手可以开车门，但是后面的呢不见掉了。要怎样开车门呢？就是用脚在下面扫一下。在这个 C 柱这边可以打开，所以它把那个门把手隐藏起来，看起来整台车的侧面就好像一个2门 coupe 这样，我觉得非常好看我个人很喜欢。
上来这一台小车的后座啊，这辆车的后座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好，因为它身为一台10多万马币的车，它没有后座冷气出风口，它没有 armrest， 然后坐起来它的坐姿啊，这个大腿支撑会少一点点，然后椅背倾斜角度会比较直一点点，所以这一台车我相信不太适合拿来 family use 啦。如果你是小两口或者你是单身狗，买这台车就非常适合啦。可是如果你是一家大小4、5个人，每天要用同一台车出门的话，坐在后座的朋友可能就没有那么舒适啦。我们去看一下后厢是怎样的。来到这台车的屁股呢，也是我的菜啦，我觉得很漂亮。如果你从后面看过去啊，它的这个车窗的位置跟它的车的轮毂上面有一个蛮大的那个往外开的位置，好像整辆车很 wide body 这样，看起来战斗力十足，好像一个 muscle man， 它的肩膀很宽的感觉。看起来就很帅，然后我们还可以在这边打开它的尾箱盖，当然没有电动尾门，它是由2支液压顶杆把它顶上去，200多公升的尾箱给我肯定是不够用，因为我时常会出国拍摄，要带很多器材，还要带我的行李的话，这个空间就真的比较小一点点。然后我们把下面这个遮罩板打开来，是可以看到有一个 spare tire 小尺寸的，然后它的颜色是一个肉色这样子哦，很 JDM 的 feeling 啊。我不知道你们怎样看，我看到这种颜色啊，我就觉得很日系。把尾门关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好看的 LED 尾灯，还有这个真实双出排气管啊。有些车的这个排气管是假狗来的啊，就是有2个 exhaust tips， 可是没有功能的啊。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蛮大面积的，不是什么防刮材质啊，它是有那个 carbon fiber 的 design， 所以看起来还是比较运动感的。然后在后方 bumper 有4个这个 parking sensor， 当然还有一个 reverse camera的镜头，在这个位置呢，看起来本来应该是放 fog lamp 的吧，只是它现在就用一个 plastic cover 把它盖起来，所以这一台就是马来西亚官方 Suzuki 的新车 Suzuki Swiss Sport。在马来西亚发布之前，在路上走着的很多都是 Recon 车 ，Recon 车的 spec 会比较高一点点，马来西亚的 spec 会比较低一点。当然，它没有前方侦测镜头，它没有办法做到 ADAS、AEB 之类的主动式安全系统。价位方面，这台车是大概在14万加减一点点，因为每一间 showroom 有不同的折扣，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Suzuki Swiss Sport 马来西亚新车 Fully Import 版本卖这多少钱，折扣方面是怎样的话，都可以到 Permas Jaya 这边来，非常容易来哦。它就在这个 Permas Jaya 非常多车经过的 Aeon 前面的汽车天桥的另外一边罢了。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这里来，我会把地址还有联络方式放在影片下方啦。然后这一台车我个人是很喜欢，你们喜不喜欢？如果你们想要看到我试驾这台车的话，赶快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我就安排一个试驾给大家看。如果你们想要在我试驾的时候做什么样的测试，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告诉我。OK， 今天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啊。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动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集试驾影片见 ，Goodbye。刚刚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一直讲一个重点哦，就是 Fully Import， 全车日本进口，这2才是日本车。你们不要跟我讲你的 Honda Jazz、Honda City、Toyota Yaris 是日本车啦，那些对我来讲就是国产车，就是在马来西亚生产的，只是它的 logo 是日系 logo 罢了，那种是日系车，这种才是日本车。